灵山脚下的栖霞城晴空万里，天空骤然亮起的七彩霞光在陆宅顶上缭绕盘旋，云端之上是陆家四口，周围都是百姓们惊叹恭贺的声音。恭喜陆家主突破化仙期，携全族飞升得道，可喜可贺！祈求陆家仙人庇佑栖霞城，我等愿铸建陆家庙，供奉香火。不愧是栖霞城第一修仙世家，一家子都得道升仙。可惜了陆小公子，300年了，还是个没灵根的废物。陆家大喜日子，提那个废物干嘛？是了，我就是大家嘴中的那个废物。出生在第一修仙氏族的陆家，我爹陆威化仙期大修士，娘亲秦岚元婴真人，长兄陆耀天灵根天才30岁结丹，被誉为陆家100年第一人。次兄陆峰资质虽不及长兄，却也是筑基圆满，唯独我是族人眼中的笑话，一个毫无灵根的废物凡人。父亲陆威满面红光，眼神傲慢地傲睨着众人。当陆威目光扫向他时，眉宇间皱起一丝厌恶。陆彻，你虽是我儿，哪怕是全族唯一一个废灵根，我都不曾放弃你。可300年来你不思进取，也不勤勉修炼，如今我与你母亲、长兄们飞升成仙，与你已是云泥之别。陆威每说一句，脸上的厌恶就多一分。然而他下一句让周围声音都安静了。陆彻，从今日起，我陆家与你的尘缘到此为止，此后你好自为之。陆威袖袍一挥，一道无形的气刃斩向我，我能感觉到与我紧密相连的血脉彻底碎了。我脸上没有失落，眼底甚至掠过欣慰笑意。他们不知道，他们飞升的仙界归我管。陆威冷睨着我，陆耀眼中满是鄙夷，陆峰满脸得意，唯独秦岚兴奋之余的眼底闪过一丝犹豫。彻儿，你是我辛苦怀胎10月生下，日后若有困难，你……他已不是陆家人，这等好吃懒做的低劣凡人，不配得我们相助。母亲，你已是仙家身份，岂能为这废物心软？早该如此了，这300年，陆家第一修仙世家的脸都被他丢尽了。陆小公子确实是陆家唯一的污点，斩断血脉也好，免得陆舍拿亲情要挟，日后不知有多麻烦。百姓们看向我的眼神，有幸灾乐祸，有怜悯，更多的是鄙夷和不屑。斩断血脉到底是怕我要挟，还是怕我会说出什么？我神情坦荡对上陆家父子的目光，陆威面露心虚，冷哼一声。陆耀神情干傲，虽极恨陆彻，但居高临下的姿态让他眼神中得意满意。就在我要开口时，陆威顿时化为流光，第一个冲入天际那道绚烂产仙门。陆家2兄弟和秦岚也紧随其后。这一家4口毫不留恋的背影，在众人眼中或许是急迫升仙，但在我眼里更像是落荒逃离。他们这是生怕晚走一步，我就会揭穿是我助他们突破瓶颈升仙的真相。海族蟹将手拿3叉戟，乘着云雾落于陆宅前院。我奉龙王之命，来寻陆三公子，他可在？敢问神兵，我儿可是冒犯到龙族？蟹将突然挥舞3叉戟，刀刃破空的声音吓得陆威父子2人身形微晃。陆威见此，一个劲给陆耀使眼色，陆耀吓得腿都软几分，他一把将我推上前。蟹将手中的3叉戟此刻变成灵光剑。你就是陆公子？我是。蟹将挽了个剑花，恭敬地把流光剑递给我，另一只手上变出一个闪着仙光的宝盒。这是龙王谢你救3太子之恩，赠予你的宝剑与仙丹，还请您收下。蟹将前脚刚走，陆耀后1秒就把宝盒从我手中抢走。龙王给的仙丹定是绝品，你一个废物就不要暴殄天物了。本该如此，能助我等修为，应是你的荣幸。深夜，秦岚和陆峰进了我的房间，陆峰瞥了眼睡着的我，屏蔽掉我的感官。陆峰四处翻找，甚至将我甩下床，把床榻翻得乱七八糟。不知天高地厚的废物，藏了灵光剑也奈何不了我们。母亲自己找吧，我要去吃仙丹修炼了。彻儿，莫怪我们，要怪就怪你没有灵根。秦岚走后，原本装睡的我睁开了眼。我在众人的议论声中缓缓关上那扇沉重的朱漆大门。就在这时，大门突然被推开，族人们蜂拥而至，走了进来。陆彻啊，你看你爹娘双兄都已成仙，这偌大的家业，你一个毫无根基的凡人恐怕难以支撑，不如交给族里代管，族里每月给你支取银两。宽敞的前院被族人们挤得水泄不通，看我的眼神都如饿狼般。是啊是啊，你一凡人守着这么大的宅子也不安全，不如分你一处小屋，还清闲自在。这宅子表舅替你管着。对啊，如今族长们都在，就定下这个事儿。是啊是啊是啊。我看着众人迫不及待的样子，冷笑一声：若我不肯呢？陆彻，我们是看着你从小长大，如今与你好商量，你莫要不识意。一个被仙人抛弃的废物，能给你一口吃穿就不错了，还想霸着陆家家业，
你别忘了，陆家主已经跟你断了血脉，你不是陆家人了。与他多说无益，费这个口舌，不如将他赶出去。一个被铲除的陆家废物，有什么资格占陆宅？陆彻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我也是念在以往的情分上，你若还执迷不悟，就别怪族人们不给你脸面。我站在原地，逗弄着怀里冲着族人哈气的玄猫。那你们大可试试。此话一出，族人们蜂拥而至，一个推一个的冲进房里抢拿。远房表舅也挥手命人将我赶出去。陆彻，敬酒不吃，那就只有罚酒了。陆宅此后就归我了。这是跟我好商量的架势，难道不是逼我交出家业，好滚出陆宅自生自灭吗？眼看护卫的手要碰到我，我眸光一凛，手指微抬，方圆1000丈之内，空气凝出无形利爪扑向陆家族亲，一股强有力的仙光瞬间将护卫弹出几米远。族人们的手刚要碰到屋内宝物，就被一道法力强行拽出，狠狠甩到院中。一瞬间，众人面露惊愕，族叔被护法围在中心，他震惊地看向我：你毫无灵根的废人怎会有法力？莫不是跟妖魔邪祟狗交？好啊，定是这孽兽！陆彻，你与妖魔勾结，又伤我族人，我要替陆家除了这等祸害！族亲们纷纷摆阵，手中都开始掐诀。我眼皮微抬，看他们仿佛蝼蚁，双方视线交汇，电光石火，斗意点燃，众人剑气破空，万箭齐发的灵光拖着彗尾般的流光对着我直直飞涌向我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我心中念诀，然而不等我动手，云端处闪来一道仙光。陆彻，莫要一错再错。我错在何处？陆家族人强抢家业，还要霸占陆宅，将我赶出住宅，仗着是修仙人士就可以这样欺压凡人。杨亲一脸悲悯地看着我，眼底失望溢于言表。念在你我母子一场的份上，你只要交出龙王赠予的灵光剑，我便可保你一命。口口声声说我是10月怀胎生下的，如今却要我拿宝物换命，家人情亲何其可笑！既如此，那便还了你口中母子一场的情分。如此耀眼的宝物，秦岚生怕我反悔，快速收入仙袍中。陆家族亲，请看在我金丹仙人的份上，饶陆彻一命。若他日后误入歧途，我定会亲自收他。要不是金丹真人救他一命，他早就成剑下鬼了。废物就是废物，金丹真人救他一命，还能救第2次。我们来日方长。这宅子是我的，想拿可以，拿命来换。族亲走后，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遣散了家里的下人。以前的陆府规矩森严，下人走路都得用脚步丈量，生怕惊扰了哪位主子的清修。我索性发足遣散费，让他们都回家。堂堂一上古瑞兽被人说孽畜，心里什么滋味？你还笑？要不是你非要下凡历劫，让天道屏蔽了天机，又隐藏了实力，我会让那群蝼蚁说的。我安抚地摸了摸貔貅脑袋。好了好了，等人参果熟了，多喂你几颗。目中无人的小辈，我定要吃了他们的宝物。栖霞城的山神白虎脚步轻盈，幻化成人形，恭敬地给我作揖。上神，是否给陆宅设下结界，可让陆家人从此找不到陆宅？不必，传司命。刹那间，一道缭绕仙气的云雾在我面前升起，司命慌忙作揖。上神唤我，不用这么紧张，换你来是更改一下陆家族亲的命格簿。日子过得太舒坦，就会总盯着陆府，觊觎不属于他们的东西。陆家4口替抢上神救命之恩的因果，可如何惩治？不必插手，把他们4人的命格簿划空。我想看看人性最终如何选择，惩治我自己来。毕竟，以我的身份，区上仙我还是管得了的。上神，栖霞城的酒喝腻了吧？我给您带了天庭的玉液酒。我手指一勾，装满仙酒的酒樽落入手中，灵气浓郁的酒香在嘴里蔓延。还是玉液酒好喝啊。不过，我话锋一转，略微调侃地看向山神。这可是无量仙翁亲酿给玉帝的玉液酒，你如何得来的？莫不是……小仙可不敢偷玉帝的酒，这是无量仙翁嘱咐，一定要带给上神尝尝。上神若在栖霞城住的不顺心，定是我伺候不周。
山神越说，声音越颤。堂堂守护栖霞城、威慑震天的山神，此刻在我面前战战兢兢，也不怪他怕我。毕竟3界之内能让无量仙翁主父招待我，他定知道我身份不一般。我表面是陆家修不了仙的凡人废柴，但实际上我是执掌天道刑罚的神罚之主，上管33重天，下管9幽18狱。谁要是不守规矩，犯了天条，都归我管。这个职位权力大，责任重，最主要招人恨。前任神主干了9万年，干得心力交瘁，提前退休了。天道选我当接班人，我提出的唯一条件就是去凡间历劫，好歹当牛马前体验悠闲生活。于是我成了陆彻，成了第一修仙世家里最废物的儿子。这几百年，我看着陆威从籍籍无名的散修，靠着心狠手辣和借我的气运建立了陆家，看着秦岚从一个温柔女子变得虚荣刻薄，双兄也从可爱孩童长成目中无人的天才。说起来，陆家4口能在300年修炼成仙，多少沾了我的气运。间接来说，是不是我把他们变成了这般面目全非的样子？让神气运通天，难免会被旁人沾上。可人性本就复杂，本色是白即是白，本色是黑，即便有心助他们，也无法改变。我有点期待，若他们知道是因为我才有机会升仙，该是多有趣。之后的日子，我过得相当孤苦伶仃，每天睡到自然醒，带着貔貅逛最热闹的集市，听听修仙世家的八卦，买点天庭没有的小玩意。毕竟一个毫无根基的废物凡人，怕是抵抗不了那群如狼似虎的陆家族亲。去吧，多吃点法器宝物，有助于身体健康。貔貅高兴的一蹦3尺高。司命给陆家族亲的必经坎坷也接踵而至。除了法器接连凭空消失，就是突破雷劫失败，直接降至散仙，更有甚者被雷劫劈毁修为，成了他们口中最不屑的凡人。废物！陆家人自身难保，都不忘抹黑你已经堕魔的传闻，你不解释？解释也得有人听。更何况他们搬了救兵，收我的人来了。陆耀站在灵光剑上，神情倨傲。陆彻，你竟敢和妖鱼魔物勾结，伤我族人！今日我便大义灭亲，灭了你和这孽畜，以防你祸害修仙世家的名声。陆耀一副果然如此的表情，掐诀念法就要动手先治了孽畜。我先解决了这孽畜，再解决你。我要亲自押你给陆家族亲磕头赔罪。我看着炸毛的貔貅往远处走了几步，毕竟模样越萌，脾气越暴。现在想逃，晚了。若是你现在肯下跪朝我磕2000个响头，我倒是能留着孽畜一具全尸。我看着貔貅越来越大的形形，无奈望天。祝你好自为之吧。在剑光离貔貅还有半米之远时，他一掌拍飞。花里胡哨的什么玩意儿？废物点心！我看着化成流星的陆耀，轻笑出声：人还是得有自知之明啊。启禀神主，仙界本月范氏地报，请您过目。我接过玉简，神识一扫，里面的信息便涌入脑海。织女嫌天河的水不够清澈，影响她织云霞，定是牛栏不勤打理，望惩治。卷帘大将又酒醉打翻了琉璃盏。天庭地府的烂账还少吗？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你们去调解。就在我懒得往下看时，玉简下一页为首，陆家父子赫然在列。栖霞城陆氏一族4人飞升至东华天，因检测其灵根驳杂，心性不纯，评定为末等散仙。陆氏长子陆耀因不满检测结果，与接引仙官发生口角，被罚扣100年修为。还真是有趣啊。神主，无事，血卷里不是要紧的罪责，口头警告便是。但陆家的事要清楚记录在案。遵命。我在神诀里唤来司命。司命，神主唤我，有件事交于你，你时刻盯着陆家4口。身为司命，你要知晓人性劣根源，才能更好的写满人生。遵命。我抬手一挥，连接天界水镜。是东华天外围郊区的云梦泽啊，也是末等散仙，可住不进天界3环。看着陆威前几天还因升仙虑傲不屑的神情，此刻已经变满脸怀才不遇的臭脸，我忍不住发笑。在凡间摸鱼的日子，应是不会太无聊。陆重山一家4口闹脾气不肯走。我们行李众多，路途又远，你去灵马场牵一辆豪华马车来，牵一匹最好的马来，车上把美酒蟠桃都备上，尤其是蟠桃多备一些。刚被扣了修为，我可得好好补补。应该不用银两吧？用什么银两？我们都飞升成仙了，他们当然要用最高的礼仪招待我们。水镜里陆家4口的嘴脸格外傲慢扭曲，
这家人还真是会做美梦，真当飞升就是一步登天。仙界可比凡间更讲究阶级，他们勉强挤住门槛的散仙，在仙界就是最底层。领马场的马出身都比他们高，还妄想坐马车。仙童无奈地看着还在喋喋不休提要求的陆家四人。你们是散仙，做不了领马，而且蟠桃也是准备给高阶仙官的。陆耀正要开口怒斥，被陆成山拦住。耀儿，你刚被扣修为，莫要再惹事端。陆耀愤愤不平地冷哼一声，那就勉强由你把我们行李送去。云梦泽的仙娥和仙仆应是都准备好了吧？你叫声快些，让他们先把住处收拾好。我也只是带你们到这儿。仙童说完扭头就走，还不忘给他们一个白眼。几个散仙还当自己是玉皇大帝了，还仙娥呢，也不看自己配不配。陆家四口听到小仙童的话，几人脸色黑上加黑。等他们走到云梦泽精心准备的华贵形象，此刻灰头土脸。陆重山看到孟云泽的住处，强撑儒雅的脸上神情裂开。这灵气稀薄的破木屋就是我们的住处，欺人太甚！这破地方还没陆宅下人的住处大。既是把云梦泽分给我们，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自己建房？路过的精卫群停了下来。请问仙人要建房吗？我们可以效劳，只用2000灵石就可让你们住上3进3出的大院。2000灵石？若仙家没有，也可拿2颗极品仙丹当酬劳。我们可是仙人，给我们搭建房子，你应该磕头感恩，还敢要灵石？仙人怎么了？东华天最不缺的就是仙人。都说了别来云梦泽，分配到这没品阶的散仙，又穷又菜。不过像你们这么抠搜的仙人，的确罕见。在凡间当鸡头，在仙界可连凤尾都算不上。在仙界没有俸禄，也没灵丹，一切修炼资源都得靠自己去抢去争。仙界可比凡间现实残酷多了，毕竟连口水都要用灵力给自己倒。对于他们根基不稳的散仙，根本经不起他们这样耗。好地方，真是一处好地方啊！去那儿修炼，岂不修为大涨？陆耀眼前一亮，率先飞过去。陆耀十分满意此处，站在错落的树间，厉怒那位仙人。此处是陆家修炼的灵脉，无知小儿还不速速滚开！赵仙人正运作全身灵力，仙眸瞥了眼趾高气扬的陆啸，哼，冷哼一声，不予理会。你偷用我家灵脉修炼，还敢如此猖狂！你家灵脉，这灵脉在我家门口，自然是我们的。不知天高地厚。赵仙人懒得搭理，继续闭眼修炼。陆家三父子憋了一口气，正没出仨，听到赵仙人的话，顿时怒了。龙族的灵光剑！不等赵仙人反应，杀气如赤的剑气扑涌而来，根本无法躲避。水境外，陆却眼神一凝，一道金光迅速飞入孟云泽。飞剑气纵横的寒光将仙瀑劈裂，飞剑起的水花如屏障般横亘在两人之间。陆耀满脸不屑，正要出口嘲讽，却见水花落下后，不远处的赵仙人毫发不伤。赵仙人也一脸茫然，如果不是刚才一股莫名神力拉了他一下，他恐怕已经被劈成2半了。卑鄙小人，你竟突然袭击！你可知杀害仙人是要上报天庭的？仙人不过是偷用灵脉的小偷，玉皇大帝日理万劫，会理你这等废物？陆耀懒得费口舌，继续掐诀念法，灵光剑身嗡嗡作响，剑气再次凝聚，速度比方来更快。赵仙人眼神一灵，战魂枪横扫而出，2股力量相撞的冲击波响彻东华天，方圆100里的山峰隐隐颤抖，碎石浮空。2人同时被反震之力推得向后滑出数里。你猜他们谁会赢？貔貅圆滚滚的身体东跳西跳的抓还魂草，自然是陆耀。他虽修为不高，但手握灵光剑，那可是龙族之宝。那可未必。果然，陆耀被强波冲击的还未站稳，赵仙人挑枪而上，云梦则裹挟着红光千军万马的血影直响。
水镜里赵仙人的战魂枪散发着战功红光，千军万马的血影从枪气中凝实，枪尖长鸣中每一道力量化为足以碾碎山脉的冲击。陆耀来不及躲闪，错愕的神情被强大波力狠狠打裂，整个人摔嵌在山上，涌出一口鲜血。赵仙人虽也是散仙，但生前是功德圆满的大将军，几百年修炼，他早已和战魂枪合为一体。他可是个硬茬。赵仙人看着吐血不止的陆耀，冷哼一声，左臂一震，战魂枪上战功铭文亮起，准备给陆耀一个教训。就在他抬枪的瞬间，陆重山手握雷刃，电流乱飞的刃身上闪着幽冷白光，他神色阴狠，用法力狠狠推向赵仙人的后颈，让他深吸听间，竟忽然发斥。赵仙人身体比意识更快地做出反应，陆重山被震飞出去，踉跄好几步才稳住身体。雷刃虽没刺中赵仙人后颈，但刃尖在他偏头瞬间划破耳侧，幽蓝的电流立刻渗入，麻痹感如毒蛇般向头颅深处蔓延。你窃取陆家灵脉为己用，还重伤我儿，我没要你性命已是仁慈，今日定让你长长记性。陆重山快速结印布阵，晴天顿时乌云密布，云层边缘紫黑色的电弧游走，阵阵雷声的结云凝聚在赵仙人头顶。赵仙灵体内的毒电流涌动，他膝盖微微颤抖，不是恐惧，是身体承受着霹雷的碾压。好一个仁慈，重伤功德散仙还不够，还想引霹雷阵。巡查还不速速去云梦泽？巡查仙官本在天河监督牛郎黄牛清理，听到陆彻的命令，浑身吓得一抖，迅速化为一道仙光，然后阵心沉现。轰鸣的霹雷即将闪落在赵仙人身上那一刹，巡查仙官本就被陆彻突然下达的命令吓得心慌，看到仙体受损的赵散仙，更是冒出一身冷汗。这是哪个不长眼的把功德大将打伤了？陆重山刚震惊是谁把霹雷阵法破了，就听见巡查仙官的话，以为巡查仙官是向着他，迫不及待地怒斥赵仙人：就是这个卑鄙小人，盗用我家灵脉，还重伤我们父子！陆耀奄奄一息的样子，与赵仙人还强撑屹立的模样相比，惨样高下立见。巡查，他藐视天规，伤害众仙，小仙启奏将他打入18层地狱。陆重山以为他是怕了，底气更是硬了几分。仙官可要为我等做主，好好惩治这狂妄小人。安静，记我在此，定会查明真相。巡查仙官命神兵将其都带去罚判台，又让神农氏真人先救治陆耀。他刚飞升成仙，修为极浅，看看是否严重。陆重山听到巡查的话，心里更加笃定仙官是站他这边的。然而他没听到巡查仙官的后半句：若是严重也要吊着一口气，这是重伤功德散仙，可是大罪。呸！无耻小人，仙官自有定夺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你等着！传青鸟，将他监视的留影从头播放。许久，留影画面结束在霹雷阵被吞噬，巡查仙官出现的那一刻。天庭条规，可切磋，但不可伤及仙体。你们可知罪？陆重山趾高气扬地瞥了眼正被疗伤的赵仙人。18层地狱，你下定了。小仙知罪，是我鲁莽，甘愿受罚。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？若你不想受罚，那就让赔偿100万灵石。我儿仙体受损，也要1000颗仙丹恢复，否则我定让巡查仙官不得善了。这厮是在命令他。大堂之上不要喧哗，赵仙人尚且知罪，陆散仙不知。小仙知罪。云梦泽的灵脉是公共资源，归属东华天，什么时候是你陆家的了？先帝方才说我们是功德散仙，灵脉又恰好在我家门口，难道不是天？可仙官刚还让神农真人先救我儿。赵仙人在凡间保家卫国，民心所望极高，光他的庙宇就有不下100座，不先救治你那个逆子，怎么为赵散仙找回公道？仙官一句话，
陆重山如遭雷劈。你们陆家父子，一无凡间功德，二无纯质灵根，三无官阶剑术，两个三无散仙，也敢妄自让功德散仙下18地狱，我看该罚你们贬入人间。看着陆重山裂开的表情，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。你这爹本事不大，野心还挺狂妄，散仙还没当明白呢，就想篡位当玉皇大帝了。哼，在修仙界里被捧得太高，天界就会摔得越惨。我那个爹最是好面，如今当众罚判，算是扯下他的脸皮。陆耀更是个没脑子的，唯一一个有脑子的。在巡查仙官准备罚判时，二哥陆枫突然恭敬地站出来：“启禀仙官，我等初次升仙，不知灵脉归属，实在不该，才酿成大祸。但听闻赵散仙是武痴，极爱切磋，且在此期间他也未告知于我们，是否有引诱斗殴的可能？接引仙官才将天规条例给予我们，我们还未撤毒就发生此等祸事，可有一次弥补机会。当然长兄重伤赵散仙，我们一定赔偿，但错不完全。”陆枫步步为营，给仙官递台阶，试图帮陆家减轻刑罚，推进反转成型。既如此，贬入凡间就算了。赵散仙藐视天庭，与人斗殴，禁闭100年。然而下一秒，陆家父子的罚判出来了。陆氏长子出手狠辣，致赵仙人仙体受损，判罚禁闭100年。陆家赔偿张仙人5品仙丹3枚，灵石1万。陆耀刚从昏迷中醒来，听到判罚，两眼一黑，又晕。1万灵石，我们刚入仙门，半颗灵石都没有，上哪儿去凑1万灵石？嚷什么嚷？你不是从凡间带了不少金银首饰，拿去当掉足够了。那些珠宝俗物在仙界可一文不值。秦岚就算再不舍，也只能去18号当铺典当珠宝。可典当官看都不看那些金银一线。陆真人，莫要在这儿浪费口舌了。这些破铜烂铁在仙界当不掉，你就算把它说出花来，也没用啊。这可都是真金白银啊！又能怎？他们是能助长修为，还是能充当法器护身？亦或是如仙丹能炼体？陆真人也不想惊动巡查仙官吧？若再胡闹，你请便。当掉多少？可还有剩余？为耀儿打点一下禁闭室的神兵。18号他不收凡间俗物，他们只要仙丹法器，可我们上哪儿去弄？我可怜的耀儿啊！陆重山满脸愁缘，陆枫看向母亲发髻上隐隐散着灵光的发簪。母亲，你发髻上的碧玉簪可算法器？此物是我才修仙时从一处古修士洞府里得到的，定能值很多灵石。不可，这是我修炼之物，当掉了怎可护身？你女子要法器何用？耀儿不比你护身重要。再说了，你有我们在，谁能伤你分毫？可我已是仙人，没了法器，别人如何看我？你生养那个废物300年，还没习惯别人如何看你。你别忘了，若不是我提携你，你至今都升不了仙。这刚开始就狗咬狗了。第一次是碧玉簪，那下次呢？岂不是推他性命顶锅？我凝视着秦岚欲要流泪的眸，脑中闪过他初次听到陆荣石骂我废物时的模样，也是这般含泪隐忍不发。可后来，他眼中的失望越来越，最终变得跟陆重山一样的眼神，冰冷。尽管如此，碧玉簪也不过堪堪半个法器，远不止5000灵石。反正你每日都要去禁闭室照看耀儿，那便把赵散仙一同照看了。你去向他求情。秦岚本就为当掉玉簪心疼的睡不着，听到这话更是震惊当场。我是你夫人，我怎可为外难？不解决此事，你便不要回来。娘亲，大局关前，你可要思量清楚。无论赵散仙让你做什么，你做即可，左不过是让你吃点苦头，这有何难？多想想大哥的处境。这可是他捧在手心养大的儿子，怎能说出这番话？可为了巨额赔偿，秦岚不得不低头。赵仙人果然百般刁难秦岚，让他去野兽面度的碧源血摘仙草，就是让他去崖边的灵泉水冲洗，为他洗衣，让他倒供水。这是把你娘亲当佣人使啊！路都是自己选的，他怨不得。罢了，此事本就与你无关，但陆希言推夫人来受辱，也难怪他灵根驳杂。你且去吧，日后我们两家不必交集。这些只是开胃小菜，以他们一家的性格，更大的麻烦还在后头。他身上的仙光浅浅照在周边。玄鸟正发现一株灵芝，还未啃到嘴里，就被兜头一棍砸晕。这厮竟把自己变成你！哼，
我这个次兄城府极深，算是陆家唯一一个有脑子的。他抓灵宠干什么？五彩玄鸟乃是罕见的凤血后裔，血肉蕴含纯阳之气，对于修行来说那可是大补。所以他这是为了吃它，助长修为。果然，我说完的下一秒，陆枫指尖冒出一簇火苗，迅速吞噬玄鸟。多亏了大哥那个蠢货，我才知道碧幽谷有这么多好东西，吃一只灵宠就可长100倍修为，多吃几只，陆崇山那个老痞不都得跪拜在我脚下？貔貅震惊摇头。陆枫吃得两眼放光，满嘴流油。我吞噬天地间宝物都不会碰灵宠，这厮跟饕餮一个物种吧，什么都吃。也算是见过自己如此贪婪丑恶的嘴脸了。不过，能养凤血后裔的仙人可不一般啊！陆枫在屋内打坐修炼，浑身散发着隐隐仙光。他因吃灵宠，修为大涨，可也导致体内灵气紊乱，需辟谷修炼。云梦泽的陆府门口，玄眼真仙乘着云雾缓缓落下，手上还拿着黄金罗盘。玄眼真仙皱眉看着陆府的破门牌。玄鸟的灵气就停在这儿。这位仙人可是找谁？这位仙友可见到一只五彩玄鸟？陆崇山打量玄眼真仙，此人白发长须，气度不凡，且看不出他的灵力定在他之上，而且他手握罗盘，定是高阶仙人。若是能与他结交好友，说不定会认识一些高阶仙官。不曾，若是仙友不信，大可进去看看。寒舍简陋，还望仙友见谅。玄眼本就有此意，进去后，他草草扫了眼这如凡间穷苦人家的屋子。仙友可是天机子座下，今日一见，果然气度非凡。我本想提礼拜访，但仙界并无熟人，不知仙友可否引荐？陆崇山喋喋不休地说着，根本没注意到玄眼真仙冷眼盯着陆枫的住处。陆崇山以为玄眼对次子感兴趣，连忙推举：“那是我次子陆枫的住处，虽年纪年轻，但也筑基圆满，是个好苗子。仙友若是收他为徒……”罗盘卦象推出，我的灵宠五彩玄鸟在你而复。陆崇山顿时哑然，僵硬地看向陆枫住处。那必不可能，仙友定是算错了。你是说我会算错？玄眼真仙气场骤冷，凝视陆崇山的眼神压迫感极强。陆崇山紧张的冷汗直冒，正准备解释，陆枫从屋内出来了。爹，不是说我在修炼吗？吵吵嚷嚷什么？陆枫神色不利，但周身灵气明显变了，脸上也神采奕奕，精神不少。玄眼真仙双眼微眯，一道无形仙光映在陆枫身上。你身上有我灵宠玄鸟的气息。陆崇山急忙给陆枫使眼色。陆枫看到玄眼手上的10个罗盘指针指着自己，陆枫眼底闪过心虚，很快镇定下来。小辈一直在家潜心修炼，从未出门，家人皆是见证。是啊，仙友定是哪里出了差错。你当真没见过？小辈不敢撒谎。哼，既如此，那我便算上一卦。玄眼真仙身下的36品莲台缓缓旋转，周身萦绕着丝丝缕缕的因果之线，每一根都连着天地间尚未昭彰的事果。起卦，天地变色，陆府地面开始震颤，地面隐现出星辰图，骤然亮起。原本无形的星斗显现，像是被无形之手拨动，北斗移位，南斗增辉，子明星亮的近乎刺眼。玄眼真仙抬指朝虚空一点，凭空生出一道金色纹路，如树根般向四面八方弥漫，沿着因果丝迅速攀爬。那是天道推演的轨迹。因果丝上空浮现出碧无谷的虚影，日落月升，天光倒回，最终并隔在玄鸟消失那晚。虚影中，一个黑袍之人正贪婪啃食着烤熟的玄鸟。画面放大，那贪婪嘴脸越发清晰，看清真人。玄眼真仙凝滞一瞬，皱眉看向陆枫，虚影中人竟不是他。陆枫眼底掠过一丝得逞。陆崇山一脸震惊：仙友，此人是我在凡间时的逆子。听闻小弟最近与妖魔邪祟走得很近，定是他偷食了仙辈的灵宠。水境外，陆彻摇头失笑。玄眼真仙不过散仙阶品，会不会真信了陆家父子所言？玄眼当散仙是他的选择，你不会真把他当散仙看吧？画面里，玄眼真仙紧紧盯着陆枫。虚影确实不是你，但你体内灵力有玄鸟的气息，而且非常浓郁。近日我陪母亲去碧源谷摘过仙草，或许就是在那时沾染了玄鸟的气息。玄眼见陆枫接连否认，眼中冷意更甚。卦象的因果丝条条指向你，你当真不说实话？陆枫自以为胜券在握，心底根本不慌。上仙也看到虚影真相，此人并不是我，何故揪着小辈不放？我敬仙友是天机座下，但事已至此，真相大白。若仙友执意污蔑我儿，
我定要到巡查仙官那里讨个公道。巡查本就对陆家有意见，但看着续影里的画面，以为是玄眼算错。玄眼真仙也算明结果，真凶并不是陆枫，可还有谁说续影就是最后真相？玄眼不过是想给这对父子留最后一层薄面，既然他们不要，那便撕了。玄眼真仙五指虚一握，莲花座下的因果丝突然亮起奇光，如手指一般朝虚影的黑袍人探去。陆彻的脸在因果丝的拉扯下，从模糊轮廓到面容五官，一层层剥落，一寸寸清晰。这怎么可能？这等易容的雕虫小技，也想蒙蔽本仙？你输了。水镜外，陆彻轻点了下貔貅的脑袋，愿赌服输，即日起要节食了。堂堂瑞兽越来越胖，像什么样子？真讨厌你们这群仙人，明明实力颇深，做什么扮猪吃虎的人设？实力越高，责任越大，当个闲散人士多惬意。你看那巡查脸色多难看，左右不讨好。巡查以为是卦象出错，还劝阻玄颜真仙得饶人处且饶人，结果小丑竟是他自己。陆枫知道逃不脱，立马朝玄眼真仙下跪，甚至磕了几个响头。是小辈错了，小辈原以为那不过是只长相独特的野鸟，不曾想是仙辈的灵宠，因太害怕，所以不敢承认，还望仙辈原谅。陆枫把头磕砰砰响，每一下都用了十足力气。很快，陆枫额头晕出血渍。玄眼仙官看了直皱眉，不必罚得太严。巡查见陆枫如此诚恳，宣判惩治。陆家赔偿玄眼仙官10株千年灵草，陆枫犯错，陆重山包庇，父子2人去御刑司领30仙棍以示警告。经此一事，陆家几人颜面尽失，再不似之前那般傲慢无礼，低调了不少。这下陆家人总算是安分一些了吧？陆枫本就修为尚浅，吃了玄鸟好不容易补足修为，又被30仙棍打回原形。陆耀也才在禁闭室关押不过几十年。仙界的100年转瞬即逝，他家的戏还没完呢。毕竟马上就到100年一届的群仙宴了，陆家怎么会错过？神主，玉贞子设群仙宴，邀你座上宾，可否前去？在我假期没结束前，这种宴会请柬就不必拿过来了。是。你不去我要去啊！我都多久没尝过天界的山珍海味了？哼，陆家4口去也去，不如你陪同前行。貔貅拈气，满眼渴望地望着水镜里的美食，口水直流。陆耀不再像初时那般冲动易怒，眼中虽是惊艳大殿的奢华，但眸底深处是渴望权力的野心。今日请诸位来，除了一叙仙道之意，还有一桩旧事需询问大家。多年前，我东华大帝座下一位弟子，曾在东海救过地龙王3太子性命，可年代久远，难以查明那弟子是谁。诸位可有头绪？凡间那个蟹将好像就是龙王派来的。3太子的救命恩人是陆彻。陆耀一句话，让陆重山和陆枫都回想起来那夜。纵观大殿，众人听玉贞子所说，满座哗然，有人酒杯顿主，有人交头接耳，不少人纷纷摇头。此事关乎东华宗与龙族的盟约，关系重大，还请诸位都仔细想想。陆耀眼底闪过一道金光，陆重山也眼神示意，腰杆不自觉挺直。陆枫虽不满大哥又要出风头，但陆家急需靠山，眼下确实是最好的机会。机会来了。玉贞子前辈，晚辈陆耀不才，正是当年救下3太子之人。此话一出，全场安静，所有人的目光聚焦陆耀。陆耀，陆家那个2少爷，修为一般却自视甚高，不是听说关禁闭了吗？100年而已，早放出来了，小点声，搞不好人家有龙族的人情，以后谁还敢小看他？哦，可有凭证？陆耀不慌不忙，掐诀唤出灵光剑，长剑通透冰蓝，刃身流转间隐隐泛着龙鳞的微光。最主要的是，剑柄处刻着一个古涮。哦，此乃龙王派蟹将所赠的灵光剑，以此为信，前辈可请人验看。玉贞子颔首，身边护卫将灵光剑奉上。玉贞子轻触灵光剑，闭目感应片刻，再次睁开的眼睛满是惊喜。确实是龙族之物。玉贞子命护卫将剑还给陆耀，这剑带有龙王本人的气息，我信你所言，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啊！原来你就是那位英雄，石化细境世界。陆公子，我派愿以3座灵矿为聘，请您担任客卿长老。陆少侠，这是小女，年方28，琴棋书画。果然
当初让娘亲把剑要过来是对的，这下背靠龙族，还有谁看不起我？陆公子，待我禀明大帝，东华宗与龙族的盟约还要劳你牵线。晚辈定当竭尽全力。一夜之间，陆耀救下三太子的消息传遍三界，陆家破烂的小屋也被玉贞子大手一挥，换到了玄福宫。陆家一跃成为各方巴结的对象。龙王亲自派人送来请柬，邀陆耀一家赴东海为座上宾。在此期间，陆家4人都被分到仙官，陆丰掌管东华内务。短短几日，克扣低阶仙人月续灵石数万枚。恶行出陆，点名陆家掌权后开始敛财，撕开风光庙像下的肮脏。陆重山以修缮为名，强占玄福宫灵仙灵气最浓的7座洞府，攻占对他们的亲信使用。陆耀更是借着龙族恩人身份，借宗门采购之机，私吞灵石5万两，乱象升级，展现陆家全族上下贪腐作恶，彻底搅乱东华天秩序。一时间，东华天被陆家扰得混乱不堪，不少仙人有怨言，但也不敢上报，毕竟陆家靠山太硬，除了玉贞子，还有龙族。水镜里，陆家几人风光无限的嘴脸，在波动下得意非常。被人顶了救命之恩，你不管就算了，东华天哀声怨道的，你也不管。急什么？只有站得越高，摔下来才越痛。而且假的就是假的，就算顶替了也会有破绽。毕竟除了龙王赏赐之物，三太子当年还留给我一物。多谢仙友相救，这是我的龙鳞，等我回。三太子还未说完就晕了，我指尖镀了一缕灵力与他后，便离开了。我缓缓摊开手心，一块隐隐溢出龙威的湛蓝鳞片静静躺在掌心。希望真相揭开的时候，大哥不要摔得太惨。龙王陛下厚待，晚辈受之有愧。你救我儿性命，便是龙族的大恩人。今后你若有任何需要龙族的地方，大可开口。这等规模，怕不是上仙才能体验。等稳了龙族与东华帝的盟约，我就是2界的座上宾。陆耀强压住眼底的兴奋，但逃不过龙的洞察力。不对，这人有问题。龙王眼神示意三太子：龙儿，还不快敬恩人一杯？之前不还期待见到恩人，今日怎的如此寒暄？许久未见恩人，总觉得恍惚。恩人似是哪里变了？几百年过去，容貌自是长开了些。多亏玉贞子提起，我才有幸见到龙王。还好我跟那废物有7、8分像。三太子捕捉到陆耀眼底的心虚，嘴角笑容收了些。我体内是有恩人灵力的，为何我嗅不出他身上相似的气息？而且他这虚伪模样，总从记忆里那副正直模样相差甚远。那恩人是否记得，当年你救本宫时是在何处？陆耀笑容僵了几秒，随即恢复自然。东海现龙窟。现龙窟有9层暗流，恩人是怎么下去的？我记得当时你应该还未升仙成功吧？晚辈那时毕竟也是修仙人士，修炼了一门避水诀，勉强能够下潜。哦，本宫记得那现龙窟的暗灵洞连寻常水族都扛不住，你一个未升仙的修炼人士，靠避水诀就下去了？此话一出，殿内气氛微妙起来。龙族文武互相交换眼神，龙王端着酒杯的手顿住了。这可能与我天灵根有关。我结丹甚早，修为略高于其他人。当时三太子情况危急，我就想拼尽全力救你，搏一个机缘。气氛越来越僵持，龙王眸光如刀般盯着陆耀。就在陆耀快顶不住龙王压迫力时，三太子轻笑出声：不愧是修仙界第一世家，100年难遇的天灵根，是本宫多心了。陆耀提到嗓子眼的紧张，顿时松了下来。无妨无妨，强行牵动嘴角，挤出得体，谨慎些是好。当年我赠与陆公子的鳞片，可有带？可有带？为何我感应不到一丝鳞片存在的印记？陆耀刚松下的一口气，再度提起来。我有一凡间小弟，当年将你赠予的鳞片偷气盗卖，所以我只要碰过鳞片就会有龙印。当年我晕过去前将龙鳞塞于你手中，可你身上并未有丝毫龙印，所以你在撒谎。记忆就算再模糊，我也记得当年救我那人灵气深厚纯净，而陆公子，你的灵气浑浊如泥，连龙宫最低等的仆役都不如。一个灵气如此浑浊之人，
怎么可能救得了本宫？陆耀的脸彻底白了，他浑身发颤，想要解释，但心慌的根本不知从何说起。陆公子，孤王问你，灵光剑你是从何得来的？殿内，龙王的怒容，三太子的冷眼，龙族文武的鄙夷纷纷刺向他。你什么？你根本不是我恩人，现在不交代清楚，就别想回东华天。来人，将这个欺世盗名之徒打入海眼！不，我真是三太子救命恩人。那龙鳞被废物偷走了，龙王听我解释，听我解释啊！你哥还真是挂念你，临死都不忘拉你垫背。将东海的情况上报给玉真子，眼下的毛病该根治了。玉真子，你好大的本事！群仙宴上，你亲自认证陆耀是救龙之人，如今真相大白，你让孤如何向龙族交代？大帝，臣也是被陆耀蒙蔽。你修行8000年，连一个人的灵气纯度都分辨不出，还是说你收了陆家的好处？臣不敢，臣万万不敢啊！龙族已经派人传话，若东华宗不给一个交代，盟约作废。秦岚忽然从殿外冲进来，披头散发，声音尖锐。大帝明鉴啊！我儿陆耀虽然冒领了功劳，但那也是为了陆家。他是被猪油蒙了心，但他没有恶意啊！东华大帝睁开眼睛，看向秦岚的目光如看死人。没有恶意，冒领救命之恩，险些让东华宗与龙族浇灭，这叫没有恶意。大帝，我陆家为东华宗效力多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你们升仙不过100年，就能让龙族与我们交恶，光这一点就能抵消你们所有的功劳。传令，将陆耀假冒龙族恩人之罪呈报天庭。大帝，呈报天庭的话，陆家的下场无异于死刑。你先管好你自己。东华宗弟子陆枫冒领救命之恩，欺瞒龙王，罪同欺君。陆家上下包庇不报，视为同罪，证据确凿，判决如下：玉真子识人不明，纵容包庇，废去一半修为，发配北海海眼，思过3000年。陆耀冒领恩情，欺瞒龙王，废去全部修为，打入轮回，立10世畜生道。陆重山、陆枫、秦岚知情不报，废去全部修为，打入轮回，立10世畜生道。时辰到，送陆家入畜生道。畜生道的图案亮起幽绿色的光芒。陆耀被鬼差推向台中央，他拼命挣扎，但修为尽失的他连一个鬼差都挣不脱。到了下面，跟阎王爷说去吧。陆家4人被雷光笼罩，鬼差被震得倒飞出去。手中的铁链寸寸碎裂。神主，10世畜生道可抵不过他们的罪行。陆家，我亲自来判。雷将阵列中央，我冷漠如俯瞰蝼蚁般看着陆家人。他看不清那位神主，只觉得神主那双眼睛有些眼熟，眼熟的很像那个废物。不，那个无灵根的废物绝不可能出现在这儿。死到临头还不忘编排我，带去刑罚大殿。遵命。陆彻声音不大，但每个字都像冰锥一样扎进陆家人的耳朵。刑罚大殿3万年来未开一门，今日神主竟要为陆家破例，听闻犯了滔天大罪才会惊动神主，陆家完蛋了。刑罚大殿的开门声回荡3级。陆家4人被雷将押入殿中，踉踉跄跄地跪倒在黑曜石地上。父亲，这是什么地方？陆重山没有回答，他抬头望向99节台阶顶端珠帘中的身影，瞳孔剧烈收缩。为何如此像那逆子？敢问上神，我们一家不过是犯了冒名顶替之罪，何故要押到此地？确实不该惊动神主，但陆家确实只是小错。小错？
玉贞子，你可还觉得是小错？神主，我错了，我助纣为虐，包庇罪恶，求神主赐我一死。玉贞子知道神主不会因为任何人的哀求而改变判决，但求死比神罚好过万倍。判决落定，神主公正严苛，刑罚残酷特殊。你纵容陆家种种罪行，死太便宜你了。我废你仙根，散你道行，让你重归凡胎，历百世生离死别之苦。百世之后，若心性未泯，可重返仙途。100世的生离死别，100世的无能为力，这比直接杀了他要残忍10000倍。不！我挥手，他的身体立刻变得虚幻透明，随即化作一点流光，消失在了神罚殿。我不信，这都是污蔑，我们没做过，我们好不容易修炼成仙，我们是仙人，你是谁？你凭什么审判我们？我看着他疯狂的样子，只觉得可悲。直至这一刻，他还在用仙人麻痹自我，在真正的法则面前，仙也不过是强壮一点的蝼蚁罢了。连呼吸节奏如冰，聒噪。他戛然而止，像是被无形的手扼住了喉咙，整个人被死死地压在地上。你们不是好奇我是谁吗？既如此，就让你们死明白点。珠帘微微晃动，一只手伸出，轻轻拨开珠帘。陆重山身体猛一僵，脸上血色瞬间褪尽。秦岚嘴巴微张，陷入死字般的沉。秦岚嘴巴微张，一时震惊的说不出话。陆枫双腿一软，彻底瘫倒在地。这张脸，他们熟悉到骨子里，却从未正眼瞧过。不可能！逆子，你用了什么妖术，竟敢坐在神主之位？雷将没有阻拦，不是来不及，是没有得到命令。陆耀踉踉跄跄地冲上了3级台阶，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和癫狂。你怎么可能是？你凭什么？你不过是个废物！一个凡人，一个连灵根都没有废物，怎么可能是神罚之主？不巧，你口中的废物，恰好能审判你们。毕竟3界的规矩，由我来定。他像是疯了一样，双目赤红，不顾一切地朝我冲了过来，手上凝聚起他那点可怜的、已经被废得差不多的仙力，一拳轰向我的面门。没有杀意，没有威压，甚至没有任何灵力光动，就是一道目光。陆耀的脚悬在半空，落不下去，他的嘴张着，合不拢，他的手指僵在半空，每一根指节都像被无形的锁链锁住。陆耀的瞳孔倒映着台阶顶端的身影，那身影正在缓缓放大。不是身影在放大，是他在被拉近。大哥，你还是那么冲动。既如此，那就先惩治你。罪仙陆耀对神主不敬，伏诛。那双眼里有恐惧，有不解，有愤怒，有绝望，在最后消散时是彻骨的悔恨。幼儿，我的幼儿啊！现在还有人质疑我的身份吗？他的衣袍已经被冷汗渗透，嘴唇发紫，牙齿咯咯作响。大哥没了，就看了一眼，就没了。彻儿，爹错了，爹真的错了，我不该与你斩断血脉，不该说你是废物，是爹有眼无珠。看在我们父子一场的份上，你就饶了爹这次。爹给你当牛做马做狗都行。陆枫也爬过来，抱着我的腿，哭得力不成声。小弟，不，神主大人，我错了，我不该从小欺辱你，求你饶过我。看着他们丑态百出的感情牌，我只觉得一阵反胃。当他们因为我没有灵金而视我为家族耻辱的时候，他们想过亲情吗？为了不影响自己修炼而把我关在小黑屋里，一关就是10年的时候，他们想过亲情吗？当他们举家飞升，毫不留恋地斩断与我的尘缘血脉，把我一个人扔在凡间自生自灭的时候，他们
又何曾想过半点亲情？爹，你还记得飞升那天你是怎么说的吗？你说，陆彻，我陆家与你的尘缘到此为止。所以陆重山，当你踏入神罚殿的时候，你就该明白，这里没有父子，没有亲情，只有神罚之主和等着审判的罪人。仙官展开一卷黑色卷轴，罪仙陆重山，废其仙体，抽其仙骨，打入九幽之下的无间炼狱，受万年烈火焚身之苦。刑满之后，视其悔果之心，再定是否可入轮回。陆枫，陆家次子，天元1500年偷食玄眼真仙五彩玄鸟，事后诬置于神主，表面其悔改，实则利用玄眼真仙心善躲避罚判，罪一。我态度诚恳的。诚恳？需要本座印象3界你的真心话吗？天元1620年，陆枫掌管东华内务，私吞宗门采购灵石5万颗，以次充好，致使护山大阵年久失修，妖兽入侵，17名弟子死于兽口。罪2。陆耀罪责并立，毁去修为，罚入幽冥矿场为奴万年，日日开采幽冥石，直至神魂耗尽。神主饶命，我错了，求求饶了我！陆枫流出悔恨眼泪，嘴里一个劲的求饶。我示意雷将让陆枫闭嘴，眼神淡淡看向已吓傻的秦岚。天元1500年至天元1700年间，众人包庇陆氏父子3人所有罪行，知情不报，助纣为虐。但你曾有过片刻真心。天元1300年，陆舍幼时高烧不退，你曾亲自熬过一碗药，守了他1夜。那碗药，秦岚几乎已经忘了。那是陆舍3岁刚测出毫无灵根的时候，他让丫鬟熬了一碗，甚至都没亲手喂，只是看了一眼就离开了。但我记得，念此一善，免你炼狱之苦，废去修为，投生凡人，体验生老病死，100年后重入轮回，就当还了他的生。陆重山跪在地上，面如死灰，万年烈火焚身，那是比死亡更可怕的惩罚。陆枫瘫在地上，已经彻底失去了意识，嘴角有白沫溢出。秦岚低着头，眼泪无声的流淌。我无心看他们事后丑态，从刑天椅上站起身。神主，东华天地教徒不严，用人不明，险些酿成大祸，请神主示下如何处置。我靠在神座上，声音疲惫。给东华大帝传个话，他的万年寿宴本座很不满意，罚他俸禄万年，闭门思过1000年。1000年之内，若东华天再出乱子，本座就亲自去他的凌霄殿坐坐。遵命。这个惩罚看似很轻，实则比废他修为还要难受。对于东华天帝这种要面子的大能来说，这简直就是公开处刑。陆彻连东华大帝都能处置，可见他的神威。300年凡尘，不过一场休假。如今假期结束，我掌心朝上，一道光从掌心升起，冲破刑罚大殿的穹顶，直入云霄。光芒中，陆彻的衣袍从素白变成了玄黑，肩头浮现出星辰纹路，发间多了一顶简朴的玉冠，浑身散发着一种古老让人灵魂战裂的属于规则本身的气息。攻！